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各位讲的故事，要从我之前在台湾帮忙做红娘时认识的一对小情侣说起。说真的，两岸婚姻这事儿我见证了不少，但小婷和阿翔的故事真的让我印象深刻。一开始，小婷告诉我她要跟台湾男生交往时，我心里也是一惹了一下。毕竟两岸婚姻绝对不是普通的恋爱关系那么简单。小婷是湖南长沙姑娘，气质温婉，家里是做工程的，家底殷实。爸爸王总那可是实打实的身价上亿，在长沙房地产圈可是响当当的人物。小婷从小就被爸妈捧在手心，留学回国后在家族企业帮忙，本来父母已经开始着手给她物色门当户对的对象了。谁曾想，小婷去台湾旅游的时候，在一家文创店里遇到了店长阿翔。阿翔比小婷大3岁，个子高高的，戴着黑框眼镜，斯斯文文的模样，听说诗也写得特别棒。小婷买了他店里的手工笔记本，临走时发现阿翔偷偷的在扉页上写了诗句，相遇本是青春最美的意外。小婷当场就被聊到了，两人加了赖，这是台湾年轻人常用的聊天软件，大陆叫微信啦，开始聊天。阿翔的文艺气息完全戳中小婷的少女心，而且台湾男生的温柔体贴确实跟大陆爷们儿有些不一样。两个人网上聊了1个月，小婷就找借口又去了台湾。这一次，阿翔带她去了淡水老街看夕阳，去了诚品书店挑书，在台北的巷子里吃遍了各种美食。小婷觉得台北的生活节奏比长沙慢多了，人们不那么着急，也不那么浮躁，很能享受当下的美好。阿翔，你们台湾人真的很会生活耶，小婷感叹道。阿翔笑了，其实我们只是习惯了咯，你们大陆发展太快了，可能都忘记慢下来感受生活了。就这样，1个月内，小婷又来了2次台湾，两人迅速坠入爱河。但问题也来了，怎么告诉家里人？小婷一回长沙就被妈妈逮个正着，你又去台湾干嘛？是不是交男朋友了？妈，你怎么啥都知道？小婷吓了一跳。哼，你爸查你护照出入境记录了，你这丫头见一个台湾男生就魂不守舍的，能靠谱吗？那边经济条件怎么样？家里做什么的？别被人骗了。小婷知道瞒不住了，只好老实交代。没想到这一说，家里直接炸锅了。王总气得差点把茶杯摔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我们家条件这么好，你去台湾做什么？那边能有什么发展？再说了，万一人家只是图你家里有钱呢？爸，你别这样说阿翔，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，自己开了家文创店，生活得很精致。哼，文创店能赚几个钱？你吃得了苦吗？你从小娇生惯养的，到了那边肯定要受委屈。再说了，两岸文化差异那么大，你们能长久吗？不只是小婷这边，阿翔那边也不顺利。阿翔的父母是传统的台湾中产家庭，爸爸是高中老师，妈妈是护士。听说儿子交了个大陆女友，还是个富家女，立刻警惕起来。阿翔啊，你是不是傻？人家那么有钱，来咱们这儿干嘛？会不会是骗子啊？现在诈骗集团那么多，阿翔妈妈担心极了。是啊，而且大陆女生的价值观跟咱们不一样，你们以后怎么过？她会不会嫌弃你赚得少啊？阿翔爸爸也忧心忡忡。最让阿翔爸妈担心的是，他们深受传统观念影响，认为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担心将来小婷会后悔，会看不起台湾的生活水平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有大陆女生嫁到台湾后，嫌弃老公穷，嫌弃生活条件差，3天2头闹着要回大陆的。阿翔妈妈叹气道，面对两边父母的反对，小婷和阿翔一度陷入困境。这时候小婷找到了我，丽姐，你帮帮我吧，我真的很爱阿翔，但我爸妈不同意，他家里也有顾虑。小婷眼圈都红了。我了解到情况后，先是给小婷泼了盆冷水，你确定不是因为新鲜感吗？两岸婚姻真的不容易，你想清楚了吗？小婷很坚定，我想清楚了，我就是喜欢台湾那种生活方式，喜欢阿翔的细心和体贴。我在大陆交往过的男生都太浮躁了，只知道赚钱赚钱，从来不懂得生活情趣。我又问，那你愿意放弃现在优渥的生活条件，去适应台湾的日子吗？我愿意，我不在乎物质条件。
阿翔虽然没我家条件好，但他很有上进心，文创店经营的也不错，而且台湾社会很发达啊，不是大陆人想象的那么穷，他们的医疗、教育各方面都很完善，生活品质其实很高的。听着小婷的话，我意识到这姑娘是真的动了心。我答应帮她，先是约了阿翔视频聊天，发现这男孩子确实不错，谈吐得体，思想成熟，最重要的是眼神里对小婷满是温柔和认真。于是我建议小婷邀请阿翔来长沙见见父母，你爸妈觉得台湾穷，那就让阿翔来，让他们亲眼看看台湾男生是什么样的，而且见面总比想象好。小婷采纳了我的建议，阿翔订了机票来长沙。第一次见面，王总故意安排在自家别墅，还专门让司机开着豪车去接阿翔。王总的心思我懂，就是要给阿翔一个下马威，看看这小伙子在豪门面前会不会怯场。没想到阿翔进门后不卑不亢，还带了台湾的特产送给王总夫妇。席间谈话，阿翔侃侃而谈台湾的文化、历史和经济发展，谈自己的创业历程和未来规划，完全不像王总预想的那种轻浮小伙。更让王总没想到的是，阿翔还特意做了功课，了解了王总的企业，甚至提出了几点很有见地的建议，这让一直以商业眼光著称的王总都有些刮目相看。饭后，阿翔主动帮忙收拾餐桌，还和王总夫人聊起了养生之道。王总夫人悄悄跟小婷说，这孩子挺有礼貌的嘛，比你之前交往那些纨绔子弟强多了。阿翔在长沙住了3天，每天都表现得彬彬有礼，让王总夫妇的态度渐渐松动。但王总仍有顾虑，他单独把阿翔叫到书房，小伙子，我就直说了，你知道我家条件，小婷从小娇生惯养，你那小店能养得起她吗？她去了台湾，要是受了委屈怎么办？阿翔认真地说，叔叔，我知道您的担忧，我现在的确比不上您，但我有信心让小婷过上好日子。台湾虽然 GDP 没有大陆高，但我们的人均收入和生活品质并不差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会用一辈子去爱护她，尊重她。如果您担心她以后会后悔，那我可以答应您，只要她想回大陆，我二话不说就跟她回来。这番话说的王总一时语塞。临走前，阿翔还邀请王总夫妇去台湾走走，你们来看看我生活的地方，也许会放心些。阿翔回台湾后，小婷的父母态度明显软化了，但阿翔这边问题更大，他爸妈听说小婷家这么有钱，更担心了，人家是千金小姐，会看得上我们这种普通家庭吗？将来会不会嫌弃你啊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小婷也飞去了台北，住在阿翔家里体验生活。阿翔家是典型的台北3居室公寓，比起小婷家的豪宅自然是天壤之别，但小婷丝毫不介意，反而很享受这种温馨的氛围。阿翔妈妈故意做了很多台湾家常菜，想试试小婷能不能接受，没想到小婷不仅吃得津津有味，还主动学做了几道湖南菜给他们尝尝。阿翔爸爸吃了小婷做的剁椒鱼头，连连称赞，好吃好吃，比外面餐厅做的还正宗。晚上，小婷主动帮阿翔妈妈洗碗，还陪阿翔爸爸看台湾综艺节目，一家人笑成一团。阿翔妈妈悄悄对儿子说，这女孩子不错啊，完全没有大小姐的架子，看来是真心喜欢你的。就这样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两边父母的反对声渐渐小了，但最大的考验还在后面。小婷决定放弃在家族企业的工作，嫁到台湾去。这个决定让王总再次不满，你疯了吗？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，跑去台湾做什么？你知道现在多少台湾人想来大陆发展吗？小婷坚持己见，爸，我就是喜欢台湾那种慢生活。再说了，我可以在台湾开个分公司啊，也能帮家里拓展业务，不是吗？王总拗不过女儿，最终勉强同意了。在我的见证下，小婷和阿翔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，一半在长沙，一半在台北，两地亲友都来参加了。婚后，小婷果然在台北开了家分公司，专门做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文创交流。阿翔的店也扩大了规模，开始代理大陆的一些文创产品。夫妻俩齐心协力，事业蒸蒸日上。婚后第1年，王总夫妇来台北探亲。王总本以为女儿肯定过得不如在长沙，准备了一大笔钱要给小婷改善生活，谁知道
女儿和女婿的小家布置得温馨舒适，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，小婷看起来比在长沙还要开心。最让王总惊讶的是，小婷和阿翔住的虽然是普通公寓，但社区环境优美，医院、学校、图书馆一应俱全，生活便利度一点不比长沙差。而且台北的空气质量好，节奏慢，小婷看起来气色比在长沙时还好。吃完晚饭后，阿翔带着岳父岳母去台北市区逛街。王总这才发现，台北虽然没有长沙那么多高楼大厦，但街道整洁，绿化良好，处处体现着精致和人文关怀。便利店、小店铺林立，但秩序井然，完全没有他想象中的落后感觉。我一直以为台湾经济不行，其实是我们大陆人的偏见啊，王总感叹道。这边的基础设施建设、医疗水平、教育资源，甚至比我们长沙还要完善些。阿翔谦虚地说，叔叔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径，大陆这些年发展迅速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确实让人惊叹。但台湾走的是精致化路线，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社会福利。王总点点头，是啊，不能只看 GDP， 关键是老百姓过得舒不舒心，安不安心。晚上回到家，王总看着女儿和女婿在厨房里一起准备宵夜的温馨画面，心里的最后一丝担忧也消散了。第二天，阿翔特意请了假，带岳父岳母去了阳明山看风景，在山顶眺望台北盆地，王总不禁感慨，台北真美啊，难怪小婷愿意留在这里。阿翔妈妈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台式家宴，招待王总夫妇，两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气氛融洽。饭桌上，王总提起了自己的担忧，说实话，当初我真不放心小婷嫁到台湾来，一是担心隔得太远，二是担心文化差异大，三是怕她吃不了苦。阿翔妈妈笑着说，我们也担心呢，怕小婷适应不了台湾的生活，毕竟她在大陆条件那么好。现在看来，我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王总夫人笑道，小婷在这边过得比在长沙还开心呢。饭后，阿翔父亲拉着王总去阳台喝茶，两个爸爸聊起了家常。王总感慨道，孩子们真的长大了，比我们想的还要成熟。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两岸关系复杂，万一将来有什么变故怎么办？阿翔父亲拍拍他的肩膀，这个世界上哪有绝对的安稳，重要的是孩子们在一起幸福，你看他们多恩爱，这就够了。王总点点头，望向屋内正陪着两位妈妈看相册的小婷，眼里满是欣慰。探亲的最后一天，王总一大早就接到长沙那边的电话，工程出了点问题，需要他回去处理。王总只好改签机票，提前1天回长沙。临走前，王总把阿翔单独叫到一边，女婿啊，家里有困难可以直接跟我说，小婷从小娇生惯养，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压力。说着，王总递给阿翔一张银行卡，里面有500万，算是我给你们的一点心意。阿翔却没有接，谢谢叔叔，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，我答应过您，一定会让小婷过上好日子，这是我作为丈夫的责任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呢？收下吧，就当是我们给你们的新婚礼物。王总有些着急，阿翔微笑着说，叔叔，我知道您是为小婷好，但是我希望用自己的双手给她幸福。如果我连这点志气都没有，又怎么配得上您的女儿呢？我可以向您保证，小婷在台湾不会受一点委屈。王总一时语塞，看着面前这个清秀斯文却坚定不移的年轻人，心里既欣慰又有些酸楚。好，那我就把女儿交给你了，但是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一定要开口，不要逞强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叔叔。阿翔郑重地点点头。临上车前，王总突然问道，女婿啊，你觉得台湾和大陆的婚姻到底有什么不同？阿翔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，其实没有太大区别，婚姻的本质都是相互理解、包容和尊重，只不过可能台湾男生更会表达爱意，更注重生活细节，而大陆男生更有干劲，更有事业心，但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关键是两个人能不能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，包容对方的缺点。说得好，王总拍拍阿翔的肩膀，我现在终于放心了。王总夫妇走后，小婷和阿翔的生活回归平静，小婷逐渐适应了台北的生活节奏，爱上了这里的一切。晨起去公园跑步，傍晚去夜市觅食，周末和阿翔骑自行车环岛游。这种慢节奏的生活让他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宁和满足。
阿翔的文创店也在小婷的帮助下转型升级，增加了不少大陆元素，吸引了更多顾客。小婷开的分公司也慢慢走上正轨，两人的事业如日中天。婚后第3年，小婷怀孕了，这个好消息让两边父母都喜出望外。阿翔更是紧张的不得了，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买了一堆育儿书籍研读，样样都亲力亲为。小婷躺在床上看书，阿翔就在厨房忙着做营养餐。小婷想吃零食，阿翔就骑车去买。小婷失眠，阿翔就轻轻按摩她的太阳穴，哼着摇篮曲哄她入睡。这个时候，阿翔才真正体会到两岸文化的差异。在小婷的观念里，孕妇是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，但在台湾传统观念中，孕妇简直就是大熊猫级别的保护对象。阿翔妈妈甚至搬来台北，专门照顾准儿媳。哎呀，不用这么紧张了，我们大陆女生可没这么娇气。小婷哭笑不得，阿翔妈妈却很认真，生孩子是大事情，要细心照顾的。这可是我们阿翔的第1个孩子呢。临近预产期，王总夫妇也飞来台北，准备迎接外孙的到来。这一次，王总带了一位长沙最有名的月嫂，还有一大箱子补品。爸，真的不用这样，台湾的医疗条件很好的。小婷哭笑不得，我知道，但爸爸放心不下你啊。王总难掩紧张。就这样，两家4位老人加上一位月嫂，围着小婷团团转。阿翔更是寸步不离，生怕小婷有什么闪失。终于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小婷顺利产下一个7斤重的男婴，两家人喜极而泣。阿翔激动得语无伦次，拿着手机给全世界的亲朋好友报喜。满月宴上，两家亲友齐聚一堂，王总特意从长沙带来了湖南名厨，和台北的饭店大厨一起做了一桌融合两地特色的满月宴。长沙的剁椒鱼头，台北的卤肉饭，两地美食交相辉映，象征着两个家庭的完美融合。酒过3巡，王总举杯致辞，感谢台湾的亲家把儿子教得这么出色，感谢女婿阿翔给了我女儿最好的爱护，也感谢所有亲朋好友的祝福。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在庆祝孙子的降生，更是在庆祝两个家庭、两地文化的完美结合。席间，王总悄悄对阿翔说：“女婿啊，我想给孙子准备一笔教育基金，这次你可不能拒绝了。”阿翔笑着点头：“谢谢爸。其实我一直想说，我很感谢您和妈妈把小婷培养得这么优秀。当初我也担心小婷会不会不适应台湾的生活，毕竟我的条件比不上她家里。但这几年下来，我发现小婷比我想象的坚强多了。她不仅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还帮我把事业做得更好。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她。”王总眼眶一红，是我们家小婷幸运才对。这些年，我看着你们的生活，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有多少钱，住多大的房子，而在于两个人能不能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长。就在这时，阿翔默默地举起了酒杯，看着所有人，郑重地说：“感谢各位的祝福。我想说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都有着相同的文化根源。过去我以为两岸差异很大，但现在我才发现，我们的血脉相连，心灵相通。今天，我们的孩子身上流着两岸的血液，这是最美好的融合。我向各位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小婷，珍惜我们的家庭，让两岸的爱情之花永远绽放。”这番话说的两家老人都红了眼眶，尤其是王总，他没想到女婿居然会说出这么动人的话。宴会结束后，王总把阿翔叫到阳台上：“女婿啊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爸，您说，你真的不后悔娶了小婷吗？她从小娇生惯养，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。”阿翔看着远处的夜景，微笑着说：“爸，在我眼里，小婷不是大陆来的富家女，也不是什么娇小姐，她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这些年，我看着她为了适应台湾的生活，放弃了大陆的优越条件，默默的学习、调整、适应，从来没有一句抱怨。她比我想象的坚强多了，是她教会了我，爱情不分地域，真心才是最珍贵的。所以，我不仅不后悔，反而每天都在感谢老天，让我遇到了她。好。”王总激动地拍着阿翔的肩膀，眼眶湿润：“我把女儿交给你，真是交对了人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会用一辈子疼她，爱护她。”阿翔郑重承诺。这一刻，王总眼眶彻底红了。这个身价上亿的大陆老爸，
第一次因为女婿的一番话而如此动容，她突然明白，自己的女儿嫁到台湾，不仅没有委屈，反而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时光飞逝，转眼间孩子已经1岁多了，小婷和阿翔的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。小婷完全适应了台北的生活节奏，还在社区里开了一个读书会，带着台湾妈妈们了解大陆文化。阿翔的文创店越做越大，甚至在长沙也开了分店。每年春节，两家人轮流在长沙和台北团聚，其乐融融。王总也从当初的担忧变成了现在的自豪，逢人便说我女婿是台湾人，特别出色。而在台北，阿翔父母也经常向邻居炫耀，我们儿媳妇是大陆姑娘，特别能干。这对跨越海峡的恋人，用真挚的爱情和坚定的决心，化解了世俗的偏见，实现了2个家庭、2种文化的美妙融合。他们的故事也让我这个做了多年红娘的人深受感动。其实啊，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，人与人之间的相爱相守，永远是最美好的故事。两岸婚姻固然有挑战，但只要有足够的爱和理解，一样能修得一段美满姻缘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各位听众喜欢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